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，第一类人像是一片在洪流中翻滚的树叶，由于恐惧和贪婪被水流冲得东奔西走，他们称之为命运。第二类人则是在湍流中造船的人，他们手里握着地图，清楚地知道下一站是哪里。我曾经也是那片树叶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被外界的声音淹没。你应该做这个生意，因为赚钱。你应该去这个聚会，因为那是人脉。我忙得不可开交，内心却空虚得可怕。我发现，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对手，而是我自己大脑里的噪音。直到我开始做一件看起来极其原始、极其枯燥的事情，一切才发生了逆转。我开始像调试一段复杂的计算机程序一样调试我的一生。纳瓦尔的财富哲学不仅仅是关于钱，更是关于如何清醒地活着。我发现，当你把模糊的想法变成清晰的文字，你就不再是情绪的奴隶，而是现实的观察者。这种观察让我戒掉了无效的社交，锁定了别人无法复制的专长，并让我的每一个决策都变成了通向自由的台阶。很多人问我，纳瓦尔，在这个人工智能即将取代一切的时代，人类最后的壁垒是什么？我的答案是独特的判断力，而这套记录方法就是训练这种判断力的顶级健身房。如果你厌倦了在别人的赛道上内耗，如果你想看清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真实坐标，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是你今年读到的价值最高的文字。在揭开这5个能让你的人生实现指数级增长的记录维度之前，请动动手指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这不是为了取悦算法，而是为了向你自己确认，你已经准备好醒来，成为自己人生的设计师了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我常说，人生就是一场自我塑造的过程，但问题是，绝大多数人都在被动地接受社会的塑造。学校教你听话，公司教你执行，社交媒体教你攀比。你以为那是你的欲望，其实那是模仿来的欲望。你以为那是你的性格，其实那是环境留下的创伤。要从这个巨大的矩阵中醒来，你需要一面镜子，一面能够照见你灵魂深处纹理的镜子。这面镜子就是记录。记录的本质不是为了写流水账，也不是为了感动自己，它是为了让你从生活的局内人变成局外人，让你像一个高明的程序员一样审视自己这台生物机器的运行日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发现那些隐藏的 bug， 那些无效的循环，以及那些极具价值的只属于你的独特算法。只要按照这5个维度去记录，哪怕每天只有几分钟，你也能撬动不可思议的人生复利。第一个维度，我们要记录心流时刻与痛苦清单，这是为了锁定你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专长。很多人问我，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，如何找到那个能赚大钱又让自己开心的事业。我的回答总是去寻找那些对你来说像玩耍，但对别人来说像工作的事情。这就是专长。专长不是你在学校里能学到的，因为凡是可以被标准化教学的东西，最终都会被人工智能或者更廉价的劳动力所取代。真正的专长是你基因里的某种倾向，是你童年时就展现出的某种特质，它藏在你的真实体验里。但是大脑非常擅长欺骗，你会因为某个行业赚钱多而强迫自己去喜欢它，你会因为父母的期待而把痛苦合理化。所以你需要记录，当你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，甚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，忘记了饥饿和疲惫，那一刻你在做什么？也许是在帮朋友梳理复杂的商业逻辑，也许是沉浸在一段代码的优美结构中，又或者仅仅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请务必把这些时刻记录下来。这就是心流。心流是天赋的原始密码，它是宇宙在告诉你，这条路是你该走的路。相反，当你在做某些事时感到本能的抗拒，感到身体在通过拖延、焦虑甚至生病来向你抗议，
也请务必记录下来。不管这件事看起来多么正确，多么高薪，只要它让你感到长期的痛苦，它就不是你的赛道。这些痛苦的记录能帮你排除那些模仿性欲望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模仿的世界里，你想要那个包包，是因为别人想要；你想要那个职位，是因为别人觉得那很风光。这种盲目的模仿是内耗的根源。记录痛苦，就是为了让你看清，哦，原来我并不喜欢热闹的社交，原来我厌恶机械的重复。当你积累了足够多的心流与痛苦样本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一条清晰的路径会浮现出来。那条路径上，你不仅效率极高，而且乐在其中。在这条赛道上，你是无法被竞争对手击败的，因为没人能比你更像。你既然是在做自己，又何谈竞争呢？第二个维度，我们要记录每日行动与结果，这是为了用纠错机制替代盲目的重复。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巨大的谎言，叫做10000小时定律。人们天真的以为，只要在一件事上花够了时间，就能成为大师。这简直是胡扯。如果你每天都用错误的姿势挥杆10000次，你练出来的只会是网球肘，而不是高尔夫冠军。重复本身没有意义，重复加上修正才是成长的核心。大多数人之所以越忙越平庸，就像是在转轮里奔跑的仓鼠，他们在这个坑里摔了一跤，爬起来拍拍土，第二天又在同一个坑里摔一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建立反馈回路，他们只管做，不管结果，更不管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。你不需要写那种长篇大论的日记，那样太耗费精力，很难坚持。你只需要记录核心，今天我做了什么高价值的事情，得到了什么结果，哪里出了问题。这里的关键在于哪里出了问题，以及如何修正。比如你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商务谈判，结果被对方问得哑口无言，不要只记录我表现不好，我很沮丧，这种情绪化的记录毫无价值。你要写的是谈判失败，原因没有预判到对方会质疑供应链的稳定性。修正动作，下次谈判前提前10分钟列出所有可能的反驳观点，并准备好数据支撑。你看，这就是把模糊的失败变成了具体的行动指南。这份记录就是你人生的纠错本，每一次行动都有反馈，每一次修正都让你更靠近靶心。这种不断的迭代才是进化的本质。在自然界，没有生物会因为努力而生存，生存下来的都是那些能根据环境反馈迅速调整策略的物种。做你人生的科学家，而不是盲目的劳工。第三个维度，记录习惯执行轨迹。我们要重写大脑的底层行为代码。我一直坚信，我们终究会成为我们习惯的集合体。不管是财富还是健康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，而是微小习惯长期复利的结果。如果你每天吃垃圾食品，10年后你就是那个不健康的胖子。如果你每天阅读1小时，10年后你就是那个充满智慧的思想者。习惯就是写入大脑的底层代码，但是很多习惯是在无意识中养成的。你下意识地拿起手机刷短视频，下意识地在压力大时暴饮暴食。记录的作用就是让这些无意识的自动化程序变得可见。一旦它们变得可见，你就掌握了修改权。记录你的核心习惯，比如健身、阅读、冥想。不要追求完美，不要因为断了一天就自我攻击，只要简单的记录，做了还是没做，做完之后感觉如何。这种记录会让你看到积累的力量。当你回头看，发现自己已经连续健身了30天，那种成就感会成为你继续坚持的燃料。同时更要记录不良习惯的触发点，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一点。你为什么会刷短视频？是因为真的想看，还是因为工作间隙感到无聊，或者是为了逃避某个困难的任务？如果你发现诱因是无聊，那么你可以设计一个新习惯来替代，比如无聊时做10个深蹲，
或者读2页书，养成一个好习惯，或者戒除一个坏习惯，需要的耐心远超你的想象，这可能需要以年甚至以10年为单位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这份记录就是你的航海图，它帮你熬过那些看似毫无变化的平台期，让你确信自己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。第4个维度，记录注意力消耗清单，这是在守卫你最宝贵的资产。在这个时代，最宝贵的资产不是金钱，也不是时间，而是注意力。时间是不可控的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时间都会流逝，但注意力是可控的。你把注意力灌注在哪里，哪里就会长出果实。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八卦新闻上，你得到的是谈资；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提升技能上，你得到的是财富。现代社会是一场争夺你注意力的战争，无数的工程师、心理学家、算法专家日夜不休的工作，只为了让你在他们的 APP 上多停留1秒钟。你的注意力被切得粉碎，被各种碎片化的信息偷走，而你却毫无察觉，甚至乐在其中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感到焦虑、空虚，觉得自己一事无成。试着记录1天的注意力流向，哪怕只坚持1周，你都会被结果吓出一身冷汗。你会发现，你以为自己工作了8小时，其实真正深度工作的时间可能不到2小时，剩下的时间都花在了回复无关紧要的消息、浏览社交媒体、参与无效的会议上。特别要记录注意力被打断的瞬间，比如正在写方案，被微信弹窗打断，然后不知不觉刷了20分钟朋友圈。找到这些干扰源，你才能主动屏蔽它们，关掉通知，手机静音，设置专门的邮件处理时间。这份记录会让你清醒地意识到，你的注意力是多么千疮百孔。财富和成长本质上都是注意力的产物。当你开始像守财奴一样吝啬地守护你的注意力，只把它投资在那些能产生长期价值的高回报事物上时，你的人生效率将会有质的飞跃。记住，在这个杠杆时代，专注力就是一种稀缺的超级货币。第5个维度，也是最高阶的维度，记录、反思与决策，这是在升级你的判断力。在农耕时代，努力是最重要的，你种1亩地就有1亩地的收成。但在如今这个杠杆时代，判断力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努力。一个正确的决策，比如选对了行业，选对了合伙人，投资对了资产，其带来的收益可能是你埋头苦干一辈子都赚不到的。判断力不是天赋，它是可以通过训练习得的。如何训练？就是通过持续的反思与复盘。每当你做一个重要决策时，不要只是凭感觉，把你的思考过程记录下来。我为什么做这个选择？我的依据是什么？当时我的心态是贪婪、恐惧还是平静？我预期的结果是什么？然后等待结果出现，无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都要拿出当时的记录进行复盘。如果成功了，是因为我的判断正确，还是仅仅因为运气好？如果失败了，是哪个环节的逻辑出了问题？是因为信息不足，还是因为情绪干扰？我自己在做每一次投资决策后，都会写复盘笔记。这种做法非常残酷，因为它会直面你的愚蠢和错误。但正是这种残酷，能让你迅速进化。你会慢慢提炼出属于自己的决策原则，你会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型。这种记录会让你的思考形成闭环，每一次决策不再是孤立的赌博，而是成为下一次决策的铺垫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自己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越来越强，你能一眼看穿复杂的表象，抓住问题的核心，这就是智慧。而在现代社会，智慧就是最高级的财富。说到最后，我想告诉你，记录的本质其实是做自己人生的导演。很多人活得像个群众演员，剧本是别人写的，台词是别人定的，甚至连角色的命运都被别人安排好了。他们随波逐流，抱怨运气不公，但真正的强者通过频繁的记录夺回了剧本的创作权。这不需要你文采斐然，不需要你长篇大论，
哪怕只是手机备忘录里3言2语的碎片，只要你持续的做，真实的面对自己，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。你会开始看见那个模糊的自己逐渐变得清晰，你会理解为什么你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最终，你有能力重塑那个理想中的自己。这不是什么玄学的改命，也不是什么神秘的魔法，这是纯粹的逻辑，是因果律的体现。纳瓦尔一直强调，最了不起的超能力就是改变自我的能力，用刻意的行动把人生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。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拿起你的笔，或者打开你的备忘录，别等到新年，别等到下个月，就在此刻，记录下你的第一个心流时刻，记录下你的第一个反思。当你在未来某一天，站在财富与幸福的山巅，回望今天写下的这第一行字，你会明白，这一切的改变都始于你决定不再沉睡，决定开始编写自己人生的那个下午。在这个喧嚣的、充满诱惑的世界里，保持清醒是一种修行。希望这份基于我个人经验和思考的记录指南，能成为你手中的利剑，劈开迷雾，找到属于你的那条通往自由的道路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启发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这会帮助更多迷茫的灵魂看到这篇文章。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将在探寻真理与财富的道路上并肩前行。我是你们的朋友，让我们在下一次的思考中再见。